我每日必须将一块冰块悬挂于房梁之上，让冰水滴向我的肚脐，冰水刺骨，我却只能咬牙忍着，任由肚脐周围冻得青紫一片，毫无知觉。婆母说夫君已死，我身为他的妻，腹中便不能再有活气，才能为战死的世子守住贞洁，配得上侯府的牌位。我每日忍受着至阴至寒之水，也默默盘算着，眼看只剩1年，我就能卷钱跑路，却没想到那个战死沙场的世子竟然回来了。侯府狂喜，我攥着镯子发愣，他怎么现在回来了？侯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，唯独我神情麻木地看着素未谋面的夫君。等众人都哭够了，婆母将我拉到他面前。这就是你那个媳妇儿，虽说脑子不太聪明，可是当时你那个情况，母亲实在找不到其他人给你守孝。好在你现在没事了，等明年母亲再给你娶个高门大户的平妻，也能当得起这侯门主母。母亲，我才刚回来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不过现在有一件事需要母亲帮我安排。什么事？我在战场上受伤，是被一女子所救，我想给她一个安身之所。母亲帮我安排一个院子，我明日就接她进府，只是给她一个安身之所，没有其他意思。他说话时朝我看了好几眼，而我自从进来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只是傻笑。晚饭后我回到听雨轩时，萧恒正靠在窗边看书，他抬起头看向我。虽然你不是我想娶的那个，但既然嫁进来了，我也不会苛待于你，之后在侯府我会护你周全的。我傻笑着点了点头。他想娶的是我貌美如花的嫡姐。3年前他战死沙场的消息传回来后，嫡姐死活不肯嫁，而我是京城有名的傻子千金。嫡母秦氏为了逼我替嫁，在最冷的时候把阿娘丢进池塘，差点冻死。小弟为保护阿娘，也被秦氏打得皮开肉绽。我只能答应替嫡姐嫁进永安侯府。原本快要拿到和离书，现在全泡汤了。第2天一早，丫鬟来叫我起床，萧恒已经不在了。李嬷嬷看着床上那块素帕问道：夫人，这上面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我懵懂地看着她，我是傻子，不能知道落红。李嬷嬷叹一口气，将素帕收了起来。不久，长公主把我叫了过去，刚进门，一个盒子就砸到我头上。给本宫跪下，说为什么素帕上没有落红？我跪在地上，继续装傻。你没教过他。昨夜奴婢叫了夫人一回，估计是没记住。我被罚跪在院子里，直到萧恒进宫面圣回来。永安侯和萧恒有说有笑地走进门，萧恒身后跟着一个叫清代的女子，那女子脸上多了一道疤痕。萧恒说是为救她所受的伤。永安侯看见我也在，收起笑意。明天你带舒儿回门吧，她嫁过来3年，除了在你生辰和忌辰时外出为你祈福，还没出过门呢。第2天一早，李嬷嬷把我叫醒。侯府准备了整整2车的回门礼。回到云府，云家人齐齐向萧恒行礼，好像忘了我一样。只有小弟云恒跑到我面前，喊了一声阿姐。3年没见，云恒长得比我还高了。阿爹只有云恒这一个儿子，他12岁中秀才，15岁中举人，有功名在身。阿爹只看了我一眼，对萧恒则一脸谄媚：世子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。萧恒脸色淡淡的，没有说话。进府后，我和萧恒对阿爹和嫡母行晚备礼，我跪地磕头，萧恒只是作揖。萧恒跟着阿爹去书房，他一走我就泄了气。秦氏坐在主位上喝茶，好像忘了我还跪着。我不敢起来，怕阿娘被他搓磨。在我跪得腰酸背痛时，嫡姐云瑶来了。她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云舒，你的亲事是我让给你的，现在世子回来了，你该合理把我的位置还给我了。可是云舒听婆母说要给夫君娶平妻，夫君死的时候姐姐没嫁给他，婆母好像不会再让夫君娶姐姐了。京城皆知，云大小姐因不想为战死的未婚夫守丧，逼淑没替嫁，所以云瑶再也无人问津。秦氏将茶盏重重放在桌子上：放肆！云瑶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我忍住疼痛，抬起头，一脸天真：我说的是真的，听说长公主已经相看了几个闺秀了，过段时间就要迎进府里了。但是世子把他的救命恩人带回来了，是一个漂亮的姐姐，现在就住在府里呢。什么？云瑶瞪大眼睛，我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。
婆母说让李嬷嬷给我喝补汤，只要我的肚子里有了宝宝，就算世子娶了平妻，我也不用怕。是不是我的肚子里有了宝宝，世子就不会把我送回来了？我心里冷哼一声，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，要是再想不到对策，秦氏也就白做了这么多年的云夫人。果然他们满意了。你起来吧，一会儿世子回来，还以为我们欺负你呢。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就去看看你娘吧，这些年她挺想你的。谢夫人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回到阿娘的院子，阿娘站在门口张望，已等了很久。一见面我就扑到阿娘怀里，她紧紧抱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阿娘别哭，我们能说话的时间不多。舒儿说的是，我们进去说。进屋后，阿娘担忧地看着我。现在世子是回来了，可侯府是不会让你做主母的，他们肯定会给世子重新娶一个，你可怎么办？他们打算再等1年半载，就给萧恒娶平妻。那你有什么安排？他们不会放你离开的，这关系到他们的名声。如今你就2个下场，病死，或者做他们充当门面的摆设。半晌后，阿娘抓着我的手。舒儿，你逃吧，以你的身手逃到江湖，他们是找不到你的。我和阿恒，你不用担心，阿恒是云家唯一的儿子，现在又有了功名，秦氏不能把我们怎么样的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我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拿到和离书，实在不行，有一封休书也行。能离开的话，休书就休书吧，无所谓。又聊了一会儿，正厅传话要开饭了。正厅里，云瑶坐在萧恒右手边，我坐到了萧恒的左手边。萧恒侧手捂着唇，咳嗽一声。去哪里了？我去我娘那里吃了好多点心，世子要不要尝尝？舒儿，这菜都上来了，你怎么给世子吃点心？是啊，再不吃饭，菜都要凉了。我看了看点心，又用帕子包起来。忽然，萧恒朝我这边挪了挪，我立刻抬头看向云瑶。姐姐，世子是外男，你为什么要坐在他身边啊？母亲不是说你们不能见外男吗？满桌子的人顿时哑口无言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云瑶见萧恒笑他，娇嗔了一声：萧恒哥哥。萧恒抬手指住他，脸冷了下来。云小姐自重，本世子现在是你的妹夫，当不得你一声哥哥。萧恒站起身：云大人，这饭本世子受用不起，告辞了。说完，他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，我被他拉着出了云府。等出了云府，萧恒抬手轻抚我红肿的左脸。疼吗？不疼了。真给本世子丢人，记住了，你是本世子的妻子，以后谁打你就给本世子还回去。要是萧兰妹妹打我呢，我也还回去吗？小兰不可能欺负你，她是骄纵了些，但绝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你，除非你去招惹她。我没招惹她，我给你守丧，不能到处乱走。萧恒眉头舒展，拉起我的手，一起上了马车，回了侯府。已经过了午饭时间，萧恒让人去传膳，听到儿子没吃饭，长公主皱起眉头。儿子吃不惯云府的饭菜，所以就没有吃。长公主心疼地看着萧恒，又转头看向我。舒儿啊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恒儿用过膳就回去了，你不用在这儿伺候。哦，世子，妾身先回去了，您慢吃。你回去吧。我只能起身朝外面走去，背后传来了萧恒得意的笑声。刚走出长公主的院子，背后就传来萧恒的声音：怎么才走到这里？饿得走不动。萧恒听完，一把将我打横抱起，我被吓了一跳，忘了装傻。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赶紧埋头不再说话。萧恒只是微微怔愣一瞬，抱着我往听雨轩走去。到了听雨轩，萧恒说了一句：我抱着你走的不是挺稳的？我脸红，转身进了房间。脸红不是害羞，是害怕。我怕跟他待的时间太长，露出马脚。我关上了房门。没多久，萧恒让人给我送了吃的，他也没吃，打算和我一起吃。接下来萧恒接了差事，出了趟远门。他前脚刚走，长公主就把我叫过去立规矩。我每天卯时出起来，去长公主院里站着，等她起床，伺候她洗漱用膳，还是被她抓住机会惩罚。再加上小姑子萧兰时不时给我嚼舌根，我可谓是水深火热。这一天长公主刚用过早膳，尚书夫人就来了，两人说了几句话，我就被点名了。你耳朵聋了？我赶紧下跪赔不是。
真是造孽！当初怎么就娶了你？这时尚书夫人看了一眼我，世子妃，长公主托我为世子物色了2位妾室，您给过眼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尚书夫人带来的2位小姐是给萧恒准备的美妾。长公主给我一个白眼，起来吧，还跪在那儿干什么？我起身打量2位小姐2位小姐长得很漂亮，我想夫君会喜欢的。快，还不谢谢世子妃？你们进门可是要经过世子妃同意的。 2位女子就出来跪在了我面前。收了吧，为亨儿开枝散叶。等萧恒回来时，已经初夏。请安后，他和我一起回了听雨轩。一路上，2人谁也没说话。我跟在他后面小跑，突然砰的一声，我撞到了萧恒。回来有一会儿了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萧恒很失望，转头就走，脚步更快。我懒得追，慢慢悠悠的走回听雨轩。哎呀，夫人，您怎么才回来？金姨娘和林姨娘来了，说是知道世子回来了，想过来拜见一下。让他们进来吧。金姨娘给人一种冷清之感，林姨娘像是绽放的玫瑰，笑起来很妩媚。2人弯腰行礼。你们快起来，吃点茶点。世子在沐浴，一会儿就出来了。2人坐下，和我说话，打听萧恒的喜好。我把李嬷嬷告诉我的都说了。萧恒出来看到我们在正厅有说有笑，刚想开口，金姨娘和林姨娘看到他，立刻站起来行礼。萧恒大概猜到了他们的身份。这2位是？这2位是母亲让尚书夫人给您物色的美妾，您收了吧。萧恒听完坐到我旁边，生气地看着我。夫人倒是大方得很，怎么没多那几个进来？我假装不懂。现在物色晚不晚？云舒！我被吓了一跳。都给我出去！萧恒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我转身要出去。你站住！你不是让我们出去吗？萧恒气得咬牙切齿。云舒，你故意的！不是。萧恒转过头，冷冷地看着2位美妾。还不出去？金姨娘和林姨娘反应过来，赶紧行礼退了下去。您要是不满意，您可以私下跟他说，当着他们的面这么凶，他们会伤心的。前段时间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会气人呢？我和你这个正妻都没有圆房，怎么能先碰妾室呢？今天我们就圆房，好好早点让母亲抱上孙子。要不你去找清代姑娘吧。舒儿是吃醋了？我不喜欢吃醋。清代不喜欢我，他心里有人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带你去见他，你会喜欢他的。我走了1个月，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我确实不明白他为何执着于这个问题。没有。他低笑一声，放开了我。母亲这段时间让你去立规矩了。我不敢在儿子面前抱怨婆婆。我太笨，母亲带我在身边，多教教我。萧恒突然搂上我的腰，将我拽到了怀里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睁大眼睛瞪着萧恒。这时他拿出2只碧玉镯递到我面前。这是这次办差偶然遇到的，我觉得很适合你。这种玉镯是要2只一同戴到1只手上，互相碰撞能发出悦耳的声响，所以也叫响镯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将2只手镯戴到我手腕上。难道他是怕娶平妻时我给他使绊子？喜欢吗？喜欢。那2个妾室可过了文书了？不知道，是母亲一手操办的。萧恒点了点头，转身就往外走。我去找母亲。我看着离晚上时间还早，就一个人调动内息练功。没多久，外面就传来刺耳的声音。我看着离晚上时间还早，就一个人调动内息练功。没多久，外面就传来刺耳的声音。云舒，你个傻子，跟我出来！是小姑子萧兰的声音。萧兰推开李嬷嬷，就要往这屋走。我拉开房门问道：萧兰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跟我哥告状，说我欺负你。我没有。那为什么我哥质问我，说我欺负你？没有就是没有，不管你信不信。说完我绕开他，打算直接走。他猛地拽住我的胳膊一推，我连连后退2步。此时我怒火中烧，朝着萧兰扑了过去。我双手抓住了她的头发，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扯着萧兰的头发，将人扯到了院子。萧兰的丫鬟吓得都快哭了。看到都是死人吗？赶紧拉开呀！萧兰想挣脱，奈何被我抓得太紧，不敢用力，只能嘴里不停地谩骂。云舒，我一定弄死你！是你先推我的，我又没有招惹你，你为何来我院子里骂我？哎呦，我的夫人，再扯下去，小姐的头发就要扯掉了，快放手！不，他一直欺负我，今天还动手。
你们在干什么？萧恒带着青黛赶了过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抓住我的手吼道：“给我放开！”看到萧恒那气得发红的眼睛，我缓缓放开了双手。谁知萧兰刚脱离前肢，转手对着我就是一巴掌。我的双手被萧恒拉着，就这样生生挨了他一巴掌。我用力的去甩自己的手。你放开我！萧何，你个王八蛋，走开！你们兄妹俩合起伙来欺负我！我挣扎着想把手抽出来，一边双脚去踢萧兰。萧恒一把将我拉进了怀里，死死抱住。谁知萧兰气不过，又是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。谁知萧兰气不过，又是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。我直接暴走，一边挣扎一边骂：“滚开！我不要你滚！你怎么就活着回来了？”萧恒抱着我的手一顿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就在这时，长公主也赶到了，我和萧兰这才安静下来。她指着我们俩哼声道：“你看看你们，还有一点世子妃和郡主的样子吗？云舒，你是兰儿的嫂子，长嫂如母，你就是这样做嫂子的。”我低着头不说话，紧紧地攥着拳头。最后长公主骂累了，摆了摆手：“都给我去祠堂跪着。”我直挺挺地跪在祠堂里，萧兰则是坐在蒲团上，我们谁也没搭理谁。直到傍晚，萧恒进来，他竟罚萧兰禁足1个月。萧兰很不服气：“凭什么？就凭是你先挑起的事端，就凭我是这侯府的世子。”萧兰被人带走，我没有说话，直挺挺地跪着。萧恒站在我身后，叹了一口气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伸出一只手：“起来吧。”我没伸手，双手撑着蒲团，慢慢放松身体。世子，可以出去了吗？萧恒满眼心疼地看着我：“我带你回去。”他要来拉我的手，被我躲开了。不劳烦世子，云舒自己可以。等回到听雨轩，我埋头吃饭，不搭理他，他也不恼，不时给我往碗里夹菜。吃完饭，转身要回房间，萧恒上前挡住我的去路：“舒儿，要不我们谈谈？”“谈什么？”“谈谈我为什么会活着回来这件事。你很不希望我活着回来吗？你很不希望我活着回来吗？”“当初我是抱着你的牌位嫁进来的，谁也没想到你会回来啊！我是来守丧的，长公主答应我守丧满3年就给我和黎叔放我离开，谁知道你踩着满3年的点回来了。”“这么说，是我耽误了你和黎令嫁了。”见我沉默不语，他又叹一口气：“没想到，除了政敌仇人，连自己的妻子也不希望我活着回来。”“我没有不希望你活着。”“你很想离开？”“这所高门大院不适合我。”“离开了要去哪儿？总不会是要回云府吧？云夫人是容不下你的。”“我都想好了，离开之后我就去江南做些小生意，赚点钱。等我小弟入了仕途，成家立业了，我就把我娘接过去。一方小院子，2把椅子，中间放个小茶几，再放上我喜欢的小点心，想想都惬意啊。”“现在不能和你和离，但多则2年，少则1年，会给你和离书。这段时间委屈你，还要待在府里。”我没想到萧恒会主动说起这件事。“若你不放心，我现在就给你写和离书，等到时候你直接在上面盖印就行了。”我终于反应过来，用力的点头：“其实倒也不用这么急。”“要的。”我没有理会，拿来纸笔：“写呀。”见萧恒不动笔，我正要催他，突然：“怎么了？”“这次外出受了点伤，你刚刚不小心碰到了。屋里有药箱吗？你帮我上点药。”我连忙出门找李嬷嬷，李嬷嬷拿进来一个盒子：“嬷嬷，让舒儿帮我上吧。”我指着自己的鼻子看着他：“夫人小孩子心性，做不来的，还是老奴给世子爷上药吧。”我看准机会就要走，却被萧恒拉住了手腕：“他可以的，你下去吧。”李嬷嬷前脚刚走，萧恒就开始解衣宽带。我扭过头，摆了摆手：“你还是自己弄吧，我不会。这1、2年，咱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有事说事，没事别见面。给丈夫上药，这种略显亲密的行为，还是关系亲密的人来做比较妥当。”我一回头，萧恒已经把衣服脱了，我的脸颊像是被烧着了一样，他胳膊上有道很长的伤口，渗出不少血。这伤口应该是我和萧兰打架那会儿，他抱我时裂开的。萧恒一步一步教我怎么做，我一脸认真的学。第2天醒来之后，萧恒已经不在了。长公主见女儿被禁足1个月，也赏了我一样的处罚。我很高兴，这样不用去学规矩，也不用去伺候长公主了。没想到第2天，
萧恒竟带着清代来了听雨轩。清代话不多，气质清朗，萧恒嬉皮笑脸地介绍起来。这是我夫人，有些憨傻。不用介绍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。说完，我对着清代笑了笑，拉起他的手就往厅里走去。进了厅里后，清代却将手挣脱了出来。我疑惑地看着他。你不喜欢别人碰你啊？对不住，是我太冒失了。没事。清代是收尸人，别人说他那双手是搬尸体的，不干净。时间长了，他就不喜别人碰他的手。搬尸体怎么了？这世上有谁不死的吗？而且你不让那些人铺尸荒野，是有很大的功德的，你很了不起。清代吃惊地看着我。夫人真是这么想的？我用力点了点头。只不过我没干过，看到尸体会有些害怕，我怕鬼。你居然笑了！我认识你3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你笑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这小妻子可是块宝。确实。还没过几天悠闲日子，李嬷嬷突然给我拿了一封帖子，是左丞相府2小姐的赏花宴。我一脸懵，以前在云家参加这种宴会的都是嫡女，我收不到帖子。嫁进侯府，我一进门就是寡妇，寡妇不允许出门。李嬷嬷笑着告诉我，这位沈小姐是二皇子的未婚妻，且每年都有办宴会的习惯。往年夫人您都在府里给世子守丧，外界的事情自然知道的少，也没人会给您递帖子。可我不是在禁足吗？反正还有些时日，等萧恒回来问问他再做决定吧。您放心吧，这就是经过世子同意才递到您面前的。世子还说你一直在府里，趁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。没想到第2天我一醒来，看着萧恒躺在我身边，一只手撑着脑袋看着我，我被吓了一跳，差点一脚把他踢下去。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他从床上坐起来。今天我和你一起去相府。说完就出去等我了。我们赶到相府时，宴会快要开始了。我和萧恒一下马车，众人就齐齐行礼。不远处一道声音传来：表弟，你终于来了。迎面而来的是2皇子，沈小姐的未婚夫。这位想必就是表弟妹了。我总感觉被他看着，像被毒蛇盯着，不自觉发颤。萧恒感觉到了，伸手揽上我的肩。我回来没几天就去外地办差，所以一直没带她出来。今天趁着沈小姐的赏花宴，带她出来见见世面。妹妹来了呀！嫡姐云瑶突然从人群中走过来，她拉着我的手。自从你上次回门之后，还没回去过呢。父亲和母亲甚是想念，有时间妹妹带世子多回家看看。我不动声色地将手从她手里拽出来，谁知道我刚抽出手，云瑶就哎呦一声摔在了地上。妹妹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知道你在记恨我。3年前让你替我嫁给世子守丧，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推我，你是想将云家的颜面置于何地？众人看我的眼神立刻变了。就在这时，萧恒突然一脚踢了过去，他指着云瑶，张口就骂：3年前和我有婚约的是你，做出无情无义之事的也是你，今天你却在这冤枉我的妻子，给云家丢颜面的是你，你有什么脸在这控诉我夫人？况且他要是推你，你能只是坐在这儿？不信你起来，让我夫人真的推一下。2皇子开始和稀泥。表弟，不是什么大事，自家姐妹道个歉就是了。这么多人看着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？萧恒眼神冰冷地看着云瑶。今天这事儿我管定了。2皇子的脸色很不好看。萧恒转头拍拍我的脑袋。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别人欺负你就是在欺负我，谁欺负你你就还回去，就算输也要从那人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我走到云瑶面前，满脸无辜。嫡姐，你冤枉我，我要报仇。我就像打闹般推了云瑶一下，谁知那么随意的一下，云瑶竟直接向后飞出去1丈远，嘴里还吐出一口血沫。众人见状尖叫起来。首先反应过来的是2皇子。你这毒妇，为何对自己的亲姐下这样重的手？听到2皇子的话，我满脸害怕，摆了摆手。不是我没用力的，我就是轻轻的推了一下他。2皇子正要抬手抓我，萧恒一把将我拉入怀里。2皇子，夫人推那云小姐一下，不过是想证明之前她并没有推她，是云小姐太过柔弱，自己摔倒的。萧恒又看向众人。大家看到了，我夫人天生力气大，若刚刚我夫人故意推云小姐，她是不会轻飘飘地坐到地上了。
所以从一开始，云小姐就在冤枉我夫人，就是觉得她憨傻一些，就算被冤枉也无力争辩。这最后的遮羞布被萧恒无情扯下，这些人也不敢说什么了。最后，左丞相夫人出来讲了些体面话，萧恒这才带着我进了相府。萧恒和二皇子去了左丞相那。今天我身边带着丫鬟小秋，我从进了后院就一直小心翼翼。在场小姐和年轻夫人中，我的地位最高，被安排坐在沈小姐对面的首位。云瑶早就被抬回了云府，下人给众人一人上了一盘花朵形状的糕点，我并没有入口。一旁的沈小姐看着我，这糕点是不合适子妃口味吗？我闻言眉毛一挑，伸手拿起一块来回看了看，太漂亮了，舍不得吃。一句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我盘子里的东西绝对不能入口。我放下糕点，四处张望一番。沈姐姐，您这是赏花宴，一会儿太阳大了，现在不去赏花，坐在这里吃什么点心，是不是太过浪费了？那边的花开得好漂亮，我要先去赏花。说完，我就拉着小秋往外走去。我离开席位后，那些夫人小姐也起身往花园走来。我带着小秋找了座假山后躲着乘凉。她从怀里掏出一小包东西来。夫人，这是你让我从家里带的，你要现在吃吗？你也吃点，这种场合你吃饭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。小秋有些不明白。夫人，刚刚那点心奴婢看着精美极了，大家都吃了，您怎么不吃点啊？却躲在这里吃自己拿的干粮。我没参加过这种宴会，怕出事。以前在云家的时候，老是听嫡姐说，这个宴会上谁出事了，那个宴会上谁出事了。很快我们就把几块点心吃光了，正要出去，突然外面响起了说话声。小秋只能听到有人说话，具体说什么听不清，但是我却听得特别清楚。夫人。小秋刚想说什么，就被我一个狠厉的眼神给制止了。偷偷讲话的是二皇子和沈雨堂，给我的点心里掺的药是阳春散，安排给我下药的人是二皇子。沈雨堂这个未婚妻居然还帮着二皇子促成此事，他们想拿住我的把柄，让我给他们做萧恒身边的细作。接着我带着小秋离开假山，然后我捂着肚子大喊一声，好疼！小秋被我吓了一跳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沈雨堂和众人听到我的呼喊声都过来了。你家茅房在什么地方啊？我要出宫。众人闻言满脸嫌弃，沈雨堂眼里露出嘲讽。往那边走就能看到了。我点头道谢，掉头就走，刚走了2步又跑了回来。沈小姐，茅房可有草纸？这下沈雨堂眼里的嘲讽彻底收不住了。有，快去吧。我带着小秋到了茅房，便让她在门口等着，趁她不注意，我直接飞上了屋顶，没了踪影。等我带着小秋再次出现在宴会上时，众人已经重新落座。这一次我拿起自己面前的点心吃了一口。原来这么好吃，沈小姐，走的时候能不能带几块回去？沈雨堂见我终于吃下点心，心情颇好，也拿起点心吃。当然可以，难得是子妃喜欢。我拿起面前的糕点打量，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字。这种药入口不到1刻钟就会发作。突然沈雨堂大叫一声，吐出一口黑血。这可不像阳春散的药效，反而像是剧毒。瞬间整个场面乱成一团，在场的众人都脸色惨白。有人想走，但是被丞相家的下人拦住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小姐身中剧毒，我们老爷吩咐，在没有查清真相前，谁也不能离开。我现在才反应过来，他们给我准备的根本不是阳春散，而是剧毒。还好我提前把点心换了，否则现在躺在那里的就会是我。沈丞相等赶来时，沈雨堂已经不省人事了。萧恒直接走到我的身边，搂上我的肩膀。我皱眉，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我的命。如果下阳春散是为了让我委身于二皇子当细作，可下毒药要我的命，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？怎么回事？二皇子看向沈雨堂的贴身丫鬟，他吃了什么？怎么会中毒的？丫鬟立刻跪下磕头。小姐什么也没吃，只是吃了一块鲜花糕点，喝了一口果酒，之后就吐血了。二皇子看向桌上的点心，脸色一下就不好了。当他再看向沈雨堂时，语气里的担心荡然无存。沈小姐之前有没有吃过糕点？今天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都给本皇子一五一十的说。那个丫头把今晚看到的事情讲了一遍。
好得很。二皇子听完，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去看看太医来了没。我没放过这里所有人的表情，沈夫人和沈丞相有意无意地会瞥一眼我，那眼神里的憎恨藏都藏不住。我现在冷静下来，也大概想明白了。二皇子想拿住我的把柄，让我成为他的细作，但是沈雨堂是二皇子的未婚妻，他做不到把其他女人送到二皇子的榻上。既然不能拒绝二皇子的要求，那他就把药换掉。死一个傻子，对他们丞相府来说不是什么大事。我想通之后，忍不住想发抖。既然你们想要我的命，那就让你们绑在一起，自相残杀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出口问道：沈小姐怎么嘴唇都黑了？跟我之前养的那条小狗死的时候一样，是中毒了呀！小恒，他们丞相府的东西里有毒啊！我刚刚也吃了，我不会也中毒吧？我一边说，一边就开始嚎啕大哭。怎么办？我吃了好大一口的，我要死了吗？被困在这里的人听着我的话，心里也开始打鼓。在场的世家小姐、夫人开始交头接耳，眼看场面快维持不住了，左丞相及时开口：太医马上就来了，大家就都先散了吧。等小女好了，必定带上厚礼登门赔罪。今日是孙府招待不周，各位就先请回吧。既然都这么说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客人就都走光了。我一上马车就特别安静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萧恒拉上我的手：怎么了？吓着了？我摇摇头，看向窗外。萧恒一直看着我，仔细地打量我。最后萧恒叹了一口气，伸手扳着我的脑袋，让我靠在他的肩头。回到侯府后，你先去书房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说完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再没出来。此时一道黑影从永安侯府后院跳出，消失在夜空之中。萧恒一直盯着听雨轩，看到那个黑影飞出后也跟了上去。直到寅时我才回到侯府。回来后不久，我就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萧恒赶到时，我已经满头大汗了。出去找大夫的小秋回禀，城中现在大夫紧缺，因为今晚京城很多高门大户的女眷突发腹痛。萧恒叹了口气。第二天，萧恒上完朝回府时，李嬷嬷正在给我喂药。萧恒走了过来，摸了一下我的额头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吧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就从李嬷嬷手上接过药。我来吧，你去给夫人准备点吃的。我靠在床上，有点体力不支。昨夜我偷跑到宰相府，找到那块毒糕点后，直接吃了一口，然后又去找其他回府的女眷，给他们也整上一点点。要不是我有内功护着，现在估计也是昏迷不醒。等我把碗里的药喝光，萧恒突然拿出一颗蜜饯塞到我的嘴里，我被猝不及防的甜味惊得眼睛瞪得老大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不怕苦。其实萧恒对我算是不错的，他回来后不仅没搓磨过我，还答应等时机成熟会给我和黎叔。你今天不用处理公务吗？公务是做不完的，你病着，陪陪你。我没事，大夫看过了，药也吃上了，你去忙吧。萧恒不但没走，反而直接坐到了我的身边。生病了就不要这么多话，你先睡一会儿，等该喝药的时候我再教你。沈雨堂的这毒药有点烈，虽然吃过药，但我现在还是很累。我再次醒来时，外面的太阳已经下山了。这次睡醒后，我的精神明显好多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醒了。是萧恒的声音。我没想到他居然还在。看见我吃惊的模样，萧恒淡笑道：我一直都在的，别这样看着我。我们现在的关系只是差一封和黎书，他实在不必做到如此。今天外面没出什么事吧？夫人指的是哪方面的事？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就一五一十说了起来。昨天参加沈家宴会的女子都中了毒，症状跟你一模一样。今早有言官参了沈丞相一本，说他草菅人命，府上宴会居然让人集体中毒。对了，沈小姐还没醒，二皇子也被罢了差事，禁足3个月，罚3年俸禄。还有，所有跟夫人一样症状的人，皇上都派了御医去诊治过了，都没有大碍。闻言我松了一口气，只是奇怪萧恒怎么一直盯着我。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他叹了口气，眉头紧皱。你昨晚出去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手不自觉地紧了紧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承认，只是问：你想说什么？你昨天出去之后，我一直跟在后面，你做的事我都看到了。你回来不到1刻钟就开始肚子疼，我让人去叫大夫的时候，小秋回禀说城里好多人生病了，
症状跟你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想，这就是夫人想要的结果，是吗？我定定地看着萧恒，满是震惊，他居然早就知道了。稳了稳心神，你想怎么样？萧恒看着我，无奈地叹一口气，摸了摸我的头。我想帮你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是你夫君。我眯着眼睛打量萧恒，歪了歪头，摆脱他的摸头杀。夫妻同床的很多，但是同心的很少，至少我没见过。那是因为你见的夫妻少。昨天你从出府，我就跟着你。要是想害你，我早就出手把你的计划打乱了。就算昨天没有打乱你的计划，要是不管你，我今天在朝堂之上也不会帮你说话，把二皇子拉下水。不然你以为宴会上的人中毒，就能让皇上惩罚二皇子吗？是你给皇上提供了线索，让皇上将这件事和二皇子联系起来的吗？聪明。但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记不记得昨日沈小姐吃的是哪一种点心？那点心具体长什么样子？是莲花造型的，由于造型太独特了，所以所有人都吃了。这种点心世上只有一人能做出来，那就是二皇子的奶娘。只有二皇子想吃的时候，他的奶娘才会亲自下厨。我恍然大悟，这糕点是二皇子给沈雨堂提供的，就冲这点，二皇子就脱不了干系。所以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？我说过我会帮你。我不敢看萧恒的眼睛，怕对视时间长了会陷进去。谢谢你，以后有机会我会报答你的。萧恒闻言气急地站起来，在屋里走了好几个来回，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。报答？好，那你现在报答我吧。我好奇地看着他。你要我怎么报答？萧恒满脸火气，转头看着坐在榻上的我，把手指按在我的唇上。你这张嘴啊，气人的本事真是一日比一日见长。这就算报答你了吗？萧恒更无语了。我虽然是你的夫君，但至今我们还没有。我抓起被子，警惕地看着他。你答应过我，再过1-2年，你娶平妻就和我和离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。萧恒没再说下去，直接起身走了。看他出去了，我紧绷的神经才放松。第二天，萧恒带回了2个消息：一是沈雨堂醒了，但伤了身体根本，日后会时常缠绵病榻；二是其他中毒的女子都没事了，调养几天即可痊愈，不会落下后遗症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的石头才算真正落下了。养病这几天，长公主来过2次，还送来不少补品。我觉得长公主对我的态度好上了不少。不久后，弟媳林婉挺着大肚子也来看望我。她的夫君顾瑾是萧恒的弟弟，当时萧恒战死，所有人都觉得顾瑾会成为新世子，没想到如今萧恒却回来了。林婉是标准的大家闺秀，但我知道她的心肠很狠。萧恒死讯传回来的第2年，长公主想给萧恒过继子嗣，当时长公主警告我，不要以为过继了孩子后我就能留在侯府。长公主提过1次后，我的饭菜里就开始出现毒药，下毒之人是谁，整个侯府都心知肚明，但没人为我这个傻子说话。现在林婉来看望我，总让我有一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感觉。我连茶都不敢给她上，怕她回去有个头疼脑热都要让我负责。然而林婉却不打算放过我。大嫂是不欢迎我吗？我这来了都1刻钟了，连大嫂的一杯茶都没喝到。无奈我只能让李嬷嬷给她上了最爱喝的茶。之后我还忍不住问了一句，你肚子里有小宝宝，可以喝茶吗？林婉无所谓地笑道，少喝一些没关系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。没想到当天半夜就有人来敲我的门，说是林婉肚子疼，是喝了茶水的缘故。长公主叫我去前厅训话，我披了一件外衣就往前厅走去。出门时被萧恒拉住了手腕。怎么回事？弟妹喝了茶肚子疼，叫我过去问罪。我甩开萧恒的手，嗤笑一声，谁知道你们这高门大院都是些什么东西？不给上茶，说我怠慢他。明明问过他能不能喝的，他说没问题。离喝我的茶到现在足足过去5个多时辰了，现在却说喝了我的茶肚子疼。我倒要看看这事儿他能说出个什么花来。说完，我不管萧恒什么表情，气势汹汹地往前厅而去。刚进门，长公主像往常一样，你给我跪下！我什么也没辩解，扑通一声直直地跪了下去。刺骨之感从膝盖蔓延至全身。小叔子顾瑾搂着林婉坐在长公主下手，死死盯着我。不知母亲深夜叫儿媳前来是有何吩咐？云舒，没想到你居然如此歹毒！小婉好心去看望你，你却给她喝浓茶，还是凉透的浓茶，你安的什么歹毒心思？
母亲，弟妹去看我时，距离到现在已经过去5个时辰了。我想请问弟妹，你都不上茅房的吗？5个时辰之前喝的茶，你现在才肚子疼。而且我让人给弟妹上的绝对不是冷茶，而是烧的热茶，并且一开始她去我那儿，是她自己说我不给她上茶，是在怠慢她。她自己是孕妇，什么能入口，什么不能，太医肯定嘱咐过她，她自己不知道吗？那茶是我按着她给她灌进肚子里的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在长公主面前如此疾言厉色，此刻生气的连傻都忘装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今天我能一句接一句的质问，让所有人哑口无言。长公主恼羞成怒，你放肆！刚进门的萧恒却直接问道：母亲，舒儿哪一句问错了？是母亲对不起你，当时无奈给你娶了这么一个一无是处还心思歹毒的媳妇。母亲，您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？您还是原来那个风华绝代，什么都瞒不住您的长公主殿下吗？萧恒语气里的失望痛心那么明显，长公主愣住了。曾经的长公主殿下绝对不会轻信一面之词，不会不查证就给一个人定罪。大哥，你不能为了给大嫂脱罪就这样说母亲啊，你这样不公平。林婉顿时急了，萧恒瞥了一眼满眼委屈的林婉。你们这么多人冤枉我的妻子就公平了吗？还是你们是觉得我萧恒就这么好欺负？长公主没想到萧恒会为我出头，说这么严重的话。母亲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母亲是何意？弟妹喝茶导致肚子疼，她在听雨轩喝的茶，到现在5个多时辰了，连一句都不问就直接定了罪，凭什么？萧恒的这句凭什么让长公主目瞪口呆，半晌后，罢了，我不管了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吧，我也累了，就先回去了。母亲，今天这事不弄清楚，舒儿就要一直背着这份罪名，所以您再等等，我已经让人去请了太医，一会儿就到，让太医好好诊断诊断弟妹不舒服到底是何原因。长公主有些不悦地看了一眼窝在顾瑾怀里的林婉。萧恒看到没人再说话了，将我从地上扶起来，坐到旁边的座位上。他满脸心疼，揉着我的膝盖。很快太医就来了。经过一番诊断后，太医说林婉是因为怀孕排便不畅，肚子里污秽之物太多，导致腹部有隐痛。太医的话像一记耳光，让林婉觉得整张脸都火辣辣的。等太医走后，长公主看了一眼顾瑾和林婉，然后看着我和萧恒道歉。舒儿，是母亲不对，没有问清楚就冤枉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好人说得对，要是放在以前，我断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母亲会补偿你的，只希望你不要记恨母亲，母亲以后会尽量一碗水端平的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结果，今天不但没有受罚，还听到了长公主的赔罪，我觉得有点不真实。我嘴唇动了几下，最终都没发出声来，只是叫了一声母亲。行了，这么晚了，亨儿带你媳妇儿回去休息，还生着病呢，无故被母亲连累，大晚上的折腾这么久。母亲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歇着。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，直到回了屋里，萧恒才将我按着坐到床上。他二话不说就要撩我的裤腿，我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，赶紧按住自己的裤子。你干什么？我看看你的膝盖，刚刚在前厅里跪的那一下，我听着都疼，我看看破皮了没？我还是不放手。不用看了，不会破皮的，顶多起个轻块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我一定要看，不知道我没在这些年，你这跪过多少次？那时候我不在，如今我回来了，不能让你就这么直接跪了。我给你抹一点活血化瘀的药膏。既然他一定要看，那就看吧。萧恒将我的裤子脱下，露出已经红肿的膝盖。你等我一下。萧恒起身去了门口，回来时手上多了一个小瓶子。我给你上药，一会儿可能会有一点疼，忍一忍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将我的一条腿拿起来搭在他腿上。等上完药之后，萧恒才抬头看我，而我已经满头大汗了，脸上还有2行干了的眼泪。萧恒伸出一只手，将我脸上的汗水和泪水一点一点擦干。他满眼心疼，就像以前我每次被秦氏惩罚之后，阿娘看我的眼神一样，那么的温柔。我怔住了，不敢眨眼睛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这张嘴啊，还是适合亲吻，不适合说话。萧恒的一句话将我心里的悸动直接拍灭，我气得一把打开他的手。我要睡觉，困了。然后就钻进被窝睡觉去了。第二天用完早膳，就有人来传话，说淑妃让我过去。这次长公主跟以往不同，拉着我的手闲聊了起来，却没想到才聊了一会儿，萧恒就来了。看到我正在和长公主说话，
那氛围还挺和谐。萧恒坐到我旁边，膝盖还疼不疼？怎么不在屋里休息？不疼了，过来跟母亲说说话。昨天萧恒因为我和长公主顶嘴，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不易接受。虽是长公主错了，但她是母亲，被自己的亲儿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下了面子，她心里肯定会有不快。只是长公主今天的态度确实出乎我的预料，难道真的像她昨天说的那样，她以后不会再为难我了？看到萧恒来了，像找长公主有事，我待了一会儿就告退出来了。午后时分，李嬷嬷来传话说淑妃让我进宫。淑妃是沈雨堂的姐姐，之前沈雨堂想要毒死我，结果害人不成反害己，看来她这个好姐姐是想找我为妹妹出气。我穿上了自己的世子妃诰命服，心里想着怎么去找萧恒，让他知道我要进宫的事。没想到刚出门就遇到了他。萧恒听说我要进宫，皱着眉头问道：淑妃劝你进宫的理由是什么？没有说什么理由，过来的内廷太监只说淑妃要见我，我倒是问了，但是人家没搭理我，直接就走了。我陪你进宫。你怎么陪我去？我进的是后宫，你是外臣，无诏不得进去的。就说我夫人不傻吧，连这个都知道。我不想和这个萧恒说话了，见我急了。萧恒拍了拍我的头：放心吧，我去见皇上，给你搬救兵。我没来之前，淑妃宫里的东西不要入口，哪怕得罪淑妃。要是得罪淑妃了，会不会给你和母亲招来麻烦？其实我想问的是，你会不会站在我这边帮我？但是出口时就换了一句：当我不确定我身后有人时，我是没有胆量得罪淑妃的，不然还在云府的阿娘和小弟也一定会被针对。萧恒暗自叹气，上前拉住我的手：保住你自己最为要紧。小小淑妃，我和母亲还不放在眼里。母亲可不仅仅是皇帝的姐姐，她还是曾经的长正公主。从没听过长公主之前还参过政事，我心里震惊不小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萧恒陪着我一起进了宫，刚进宫门就有一个小太监等在宫门内。小太监看到萧恒时明显的慌了一下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上前行礼。萧恒拍了拍我的手：去吧，我去皇上那谈点事情。我点了点头。就在我要转身离开时，萧恒突然拉住我的手：要是出来早的话，就在车上等我；我出来早的话也会等你，我们一起回家。看在有外人，我冲着萧恒点头：知道。我出来没看到你，我会一直等。若是等一个时辰还没见你出来，我会去皇上那找你。怕萧恒听不懂我的暗示，我还动了动自己的手指。还好萧恒听明白了。好，知道了，我会尽快出来的。我没进过宫，对宫里的路一窍不通，只能死死地盯着前面给我引路的小太监。走到御花园时，前面的小太监竟然快速往旁边闪身。他往旁边一闪，我手一伸，提溜住了他的后衣领。公公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您不是要带我去淑妃娘娘宫里吗？怎么这就要走啊？我要是无意冲撞了贵人，你说这是怪你还是怪我？小太监没想到会被我逮住。是子妃，奴才没有要跑，就是不小心崴了一下而已。但我信不过他，提着他的衣领就往御花园其中一个门走去。每个门口都有侍卫把守，所以我需要另一个证人。走过去之后，侍卫见我穿的是世子妃的诰命服，都很客气，我也客客气气地说明来意。最后为首的小将派了2位士兵，带着我和小太监一起去了淑妃那。可我在淑妃的怡景宫院子里等了快1个时辰，院子里来来往往的宫女很多，愣是没一个人来传我进去。宫殿里面还会时不时传出来各种说笑声。现在是暑气正旺的时候，我顶着烈日站在院子里，感觉身上的水分都要被蒸发干了。就在我心里把沈家人从上到下都骂上一遍的时候，院外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：皇上驾到！我瞬间清醒，皇上怎么来了？我转身行礼的时候，腿一软，刚好被赶来的萧恒扶住身体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就是站的时间有点长，腿不会打弯了。我跪在地上给皇帝行礼：臣妇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，你就是嫁给亨儿守丧3年的云舒。回皇上的话，正是臣妇。这时屋子里不少人从怡景宫里跑出来迎接皇帝。皇帝看着带头的淑妃：淑妃，这里好生热闹啊，让朕的侄媳妇过来连门都进不了。皇帝的声音很随意，却让跪在地上的一群人瑟瑟发抖。淑妃头也没敢抬：
臣妾不知道世子妃过来了。哼，朕倒是不知，朕的侄媳妇儿有这样的爱好，无缘无故跑到你这院子里罚站。回皇上，微臣和舒儿一同进的宫，是姬妃娘娘身边的太监在宫门口迎的我们，娘娘现在却说不知道，难道不是欺君吗？皇帝走到淑妃面前，你一直就蠢，真没想到你还能更蠢。你坐这个位置，你以为是你长得美还是你聪明？都不是，只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。看来前朝也是该动动了，朕该庆幸你没有给朕生孩子，不然他们能蠢死。皇帝的话让跪在地上的人一阵战栗。来人，淑妃禁足进私院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任何人进出。淑妃这才真的害怕了，赶紧去拽皇帝的衣角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不是有意的。淑妃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头，钗环头湿掉了一地，看着狼狈极了。皇帝看都没看淑妃一眼，直接抬脚踢了过去。随后皇帝将我和萧恒带进宫内，大摆宴席。侄媳妇受委屈了，此事朕定会给你一个公道。我连忙再次行礼，多谢皇上，臣妇并无大碍。皇帝听完开始夸赞萧恒，你如今倒是懂得护着媳妇儿了，不错。皇上谬赞，舒儿既已嫁与我为妻，我自当护她周全。宴席过后，萧恒拉着我的手离开了皇宫，一路上我都有些恍惚，没想到今日进宫这一番波折，最后竟得了这样的结果。萧恒看着我失神的模样，轻轻捏了捏我的手。别想那么多了，以后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受这般委屈。我抬头看向他，心中下定了决心。回到家后，我将那份还未签字的和离书拿出，用蜡烛将其点燃。片刻后，萧恒来到房间，我径直扑进他的怀里。夫君，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